嗨，来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哎，这个是不是有点滑滑的？哎，感谢各位哈，感谢昨天有到场参加的所有的朋友了哈。昨天我们的台美党筹备大会第一次召开，完美成功，完美成功啊，非常有帮助。然后那个什么，我们也顺利的收到100份以上的身份证影印本了哈。也就是说，我们昨天虽然是第一次会议了，不过把该做的事都做好了。那接下来就是准备跟内政部申请了嘛，申请创党，一切顺利，一切顺利，而且非常顺利。我秘书长呢一直很担心说昨天人不够，他一直担心说昨天的那个什么100张收不到，我都跟他讲说，我相信没有问题啦。然后我就没有很在意这些事，你知道吗？我就做我的事。他就说啊，你太不加重视，他以为我觉得不太重视。我的节目中没有一直在呼吁，我说不有什么好呼吁的啊？如果我们要创党这么重大的事情都没有办法一次收到100份以上，那这个党就不要创了啊！创了什么？表示大家没有很有兴趣啊！觉得可能大家觉得它不重要啊，对不对？如果大家都不觉得重要，那你还创它干什么？是不是？所以我的想法很简单啦。如果来了不到100万，一次收不到，要2次3次的话，这个党就算了哈，好不好？就这样了，所以我们圆满成功。接下来的事情，然后我们昨天讨论了哈，决定用台美党，台湾 Republic Party， 台湾 Republic Party 就台湾，其实台美党有点叫台湾共和党的味道啦。英文来讲就有点共和党味道嘛。这样的话呢，共和党就知道我们对他的态度了嘛。我靠，没有声音吗？没有声音是你自己没声音了，不要老是一惊一乍了。这么多人听那么久了，怎么会没有只有你没声音呢？好。你们喜欢这样一惊一乍，自己有没有声音，自己有没有问题，自己先考虑一下，不要影响我们这样哈。所以就是说，各位，我就这么简单的道理啊哈。你讲啊多拢我们袂记哎，所以哈，我们终于顺利了。然后我们的名字取叫台美党啊，这个是经过大家在场朋友大家是吧？一致通过了。然后呢，通过这个台美党之后呢，我们也做了一个，因为要创党之后才推选党主席啦。可是我们昨天也做了一个假投票了哈，我们还是一致认定了，一致认为大家一致通过，由郭大文先生未来担任我们的党主席。未来了，现在还没有了，现在没有创党哈。然后呢，事情大概就是这样继续走下去了哈。这样我看着。好，所以昨天的我觉得昨天我早套炸7点了，昨天一大早7点了，秘书长就来接我了，然后我们又到那个园林接了一位师姐嘛，一起上去嘛，所以我等昨天早上7点，我今天6点起床，准备7点出门，回到家已经11点了哈，因为我们活动结束之后啦，有位朋友啊，一直要坚持要跟我们聊聊天啦，就是我们就在旁边的那个牛排馆吃了饭，然后聊一聊，然后我又送那个师姐回到园林，回到家刚好1点整，刚好晚上1点整，我觉得蛮好的，我精神也很昨天一路都是我开车啊，虽然是秘书长来接我，但是路上车都是我开的哈，所以我觉得我精神还是可以哈。
也就是这样了哈。其实昨天的情况哦，跟各位报告一下了哈，就是来的人都是非常坚定的认为我们这条路是走对的哈。因为大家知道这件事情其当中曲折离奇嘛，我有很多的朋友对我不谅解，因此而离开我嘛。但是呢，当然也有人再回来，但是这个事情现在是形成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情形的。昨天来的这一批人，我感觉到哈，有一半以上是生面孔，是新面孔。也就是虽然说以前我们这些年累积了一些好朋友，但是有一些人是落队的哈。那落队原因是因为他怕我抢了民进党的票嘛。那这个东西我觉得没有关系的哈。我觉得没有关系，原因是什么？就是总会有一天让大家看懂我们在做什么了。我们做正经的事，做正确的事情啊，其他一切你要自己评估了哈。我也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去跟你说明，我也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去跟你讲说，哎呦，我没有要干嘛了，是吧？如果民进党做得好，我说如果民进党做得好，根本没有我阻挡的空间，我也没有想要阻挡。可是呢，现在有一个，它不是机会，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责任往你身上砸过来了，你不动不行了。民进党已经到今天，他已经完全什么？各位应该知道哈。完全被动，我就不想把它讲的太难听啊，他完全被动，这样可以吧？这样没有很难听吧？他已经是完全被动了。蓝白已经什么蓝白夹着共匪的余威哈，共匪到后面支持的力量，对台湾已经什么以子以死，可是我们没有反击的能力，所以我只能组这个党，我只能寄望于我们自己，我靠别人靠不过嘛，我转可里，你转我嘛。我全心的依赖你民进党，你全盘的什么辜负了我们这些人嘛？当然，我昨天因为有杨先勇先生来白天那一场，杨先勇先生有来演讲嘛。然后因为我跟杨先勇也是算多年的好友哈，那杨先勇跟那个谁，跟我们郭大文郭大使，他也是好朋友，也是多年的好友，聊了一下。我第一件事是什么？我第一件事就问他说。杨先，如果以你的角度，你看习近平到底有没有失势？习近平有没有失势？我说，因为我昨天啊，我昨天看到一个什么事情，我觉得很不舒服了哈。石板民夫又在作乱了哈。石板民夫在他的节目当中讲了一句话，他说习近平并没有失势，习近平并没有失势，习近平只是在干嘛？在清洗他周围这些不忠的人。石板民夫，你如果到今天是这样的认定，我可以跟你讲，你没有资格在台湾给我搞政论节目了，你已经没有资格了，因为在这个时候还在什么？这个时候还在替习近平擦脂抹粉啊！你是困气啊不会？啊，不刚在这边的啦，这边的人很清楚很清晰，是吧？你不是我找你麻烦了，这个节目我有把它截屏下来啊。要看人可以去查一下哈，为什么你这个时候还在替那个什么？那我也跟杨先勇讲说，我认为习近平是失势的，因为习近平所有的左右手全部被砍断了嘛。我说，但是台湾有很多政论节目，很多专家，包括曾经明居正也讲过哦，这些人都讲过这句话啊，叫习近平是自己砍掉这些什么不忠的人哦，他清洗对他不忠的人。我说这个不可能，没有一个人会把自己的左右手砍掉哈，所以你就被孤家寡人嘛。杨先生说，对他们这样是错的，习近平是真的失势了。为什么习近平还没有下来？美国按住了，美国按住什么？按住反对习近平的人。为什么你知道？美国的意思是什么？美国意思说，我已经跟习近平打交道这么多年了，习近平的什么？加速师的责任还没有完成，已经完成差不多了，但是还没有全完。美国还是要继续跟习近平打交道，我要让什么？让习近平把这个国家完全加速到悬崖以上。因为如果他们说，如果接下来已经是团派了嘛，那么胡春华了、汪洋嘛，这几个人说真心话，第一，美国
不懂、不了解他，也不认识他们。其次，这些人是有读书的，团派人是有读书的。万一团派人他妈来了一个大刀阔斧，来一个雄才大略，把中国重新整顿起来，美国不是说哇靠，那我这2年这些年的什么那努力不是白费了吗？所以我以前是不是常开玩笑说习近平是美国间谍？我是不是讲这个玩笑讲很多次了？哎，小粉红们，不一定是玩笑哦，我先跟你讲哦。某种程度，习近平是美国的间谍，这是很确定的哦。至少他做的事情都是在什么？在毁灭中国，在什么？配合美国的节奏打压中国。否则，习近平上台之前的中国，那叫如日中天，不可一世。10几亿的中国人，那个时候真的有14亿。14亿的中国，各个刻苦耐劳、爱钱为了钱可以拼命那种人，这个国家怎么会不强？怎么会不富呢？那这样的国家到底有什么办法？然后真的靠一颗原子弹、靠一炮弹把它打回去原始时代吗？不可能。所以有了一个习近平这样一个天才、天资嘛，这样一个天才的，你可以帮我们民主国家、帮美国完成这件事。所以美国其实对习近平一直还留有一边打他嘛，一边还给他留一个活路嘛。所以说你如果把他看到站在这个角度来看事情，你就不会觉得说，哎，哇，你不喜欢了，美国是怎样？美国到底是打输了吗？怎么对中共一直都是好像有气无力？不，他不是有气无力，他是在安排一个更长远的路，你知道？这种说法，我真的可以接受了哈。因为其实我也有这种想法啦。我以前也是这样看法，所以习近平总下术师他责任还没有完成，我们要让他们继续完成这个责任啊！各位不要紧张啊，不急，各位不急，嘿嘿，今天有点兴奋了，不急，让习近平继续干下去哦，再来让他干个5年10年了。这就中国就万劫不复了哈，中国就万劫不复了，好不好？启伦，你说金州那种相信团结所有政党，那个我懂了，那我嘛违反了，对啊，那我嘛违反了，一换行我嘛违反了哈。还有啦，现在事实上有一个潮流了，他们要做一件事，你知道吗？就是说，继习近平现在的这种倒行逆施之后呢，中国人会大批的返乡，不是回老家的返乡哦，是从海外，尤其这些甚至这些被通缉的人可能会大量的要返乡。我先跟你共产党通知，你做一个准备，有很多海外被通缉的人。最近会大量的返乡，我看你中国怎么办？而且这些人可能要回返乡之前，他会大开记者会，这两天准备要让你关了啦，我准备让你关了哈，然后看你如果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要给世界最后给中国最后的一个重击，确认中国在世界倒行逆施。这些已经在海外民主国家已经活了很久的朋友。他回国之前，他会大开记者会，或者说上电视节目做宣告，我们多少人要哪一天要同时回到中国，我看你中国怎么办？把他们全关起来，可以啊，关起来很简单啊。这些是海外的人啊，这些很多有美国国籍的啊，你把它关起来试试看啊。那不像以前中国那些中国里面那些你韭菜随你怎么割了哦。海外的人，而且他是有经历过民主的洗礼的人，而且他可能是有其他国家的国籍，所以这件事情共产党会非常头痛。那你把它关起来可以啊，全世界就知道了。你不把它关起来呢，这些人在里面会会乱，会作乱，不是说作乱了，会去大量去宣传。也就是说，而且像像富国党他们不是
不是鼓吹让中国内部的人去抢劫、偷窃、抢劫那些贪官吗？但是其实这招是蛮狠的啦。也就是说，当一个国家的乱世，你就会发现很多事情它同时会在发生，而且在陈平时期，这可能不是什么小事哦。对啊对啊，美国可能会用贸易东西去换那个黎智英嘛。美国还是很重视黎智英的，黎智英这个人他真的是有个性啦，有角色，好吧？台湾过的30块懂了，谢谢。但是2025年贸易破1兆美元破纪录，这个我已经看过了，这个我讲很多次了哈，这我讲很多次了。这1兆美元不是只卖给美国，不是只卖，它是透过各种角度，全世界，它用很低的价格销到世界各国嘛，甚至在世界各国呢，让什么？换个包装，换个标签，再销美国嘛。这件事情虽然看起来有点可怕，可是我已经跟你讲，那是流血输出，流血输出它流的越多，为什么美国能忍受这样？因为你这样低价的东西可以维持我们美国的物价什么稳定嘛。所以美国说啊，你要流血卖给我有什么关系呢？你等于你牺牲你国家的国力啊，要帮助我美国继续富强，我有什么关系呢？所以这叫饮鸩止渴，他已经到了什么？明明是要是毒药，他也要喝下去的程度，表示什么？我明明知道我这些东西卖出去是亏钱的，可是我必须要卖，因为我必须要获得源源不断的外汇，否则我中国一切枯竭掉，对不对？他未来中国经济现在只剩下外销还在做啊，你们知道吗？他3驾马车全部垮，只剩下外销嘛。外销是因为美国给他什么？没有给他贸易嘛，关税给他延，再给他延1年嘛。美国一直给他延嘛，关税一直给他延。其实美国也在想说啊，不要紧啊，我干嘛把你制造打死？反正你永远在提供我最便宜的货物嘛。但这个货物又不赚钱，我就问你啊，没赚钱的生意有什么你们有什么好羡慕的？不赚钱的生意你们羡慕什么？你们遗憾什么？没有啊。如果他这样对我们可以啊，你卖过来啊，不要钱的卖过来啊，有什么关系哈？这个就是这个经济上的这些东西，有些它是双面刃嘛，它双面刃，它不一定啊，不一定是你表面上看的这样而已，好不好？可能这样看你会比较清楚了，好不好？还有 Coca 32块懂了，谢谢。请问廖董对国昌宣布要选台北市长，新北市长看到吗？他宣布就宣布，要不然你就要怎么办？要不然的话，他明年2月1号失去那什么？失去立委资格的时候，他的人生就从此就没有任何，他就没有任何位置了，也就是他没有任何角色。我跟你讲，现在如果啦哈，黄国昌现在又不是什么，不是主席，也不是立委，然后什么都不是，请问你这种狮子座的家伙，他会甘于平凡吗？所以他只能这样喊，他这样喊是正常的哦，他喊着要参选新北市。参选了下去再说啦，而且我可以跟你保证了，那对民进党是好事啦，分一点票嘛，分一点国民党的票，不是坏事啊。这也可能只是在跟国民党塞奶啊。你看我宣布参选了，你不给我呢，你不给他收银牙汤，你不给我收银牙汤，你未来怎么办啊？这种小人就这样而已啦，你不用太管他，他本身没有任何价值，好不好？贾一平60块短谢谢你屁事干75块懂了，谢谢廖董。台湾真的太左，需要你这个右党割喉案法官竟然去加害者去孝顺被害者，竟然要加害者去孝顺被害者父母，真的是失瓦！去他妈妈的，叫去死吧，叫去法官去死吧！干，这种干的你娘的，唔正经，这个唔正经。你加害者、被害者的家人看到那个加害者都恨不得妈的。吃你的皮的，吃你的肉，睡你的皮了，还叫去孝顺人家父母，这种他妈不是左好不好？这种叫蠢蛋好不好？那么下三滥的蠢蛋，我跟你讲，这个叫什么？你知道吗？这款人没有过任何社会经验，大学毕业了，考上就一直读啊，考上法官，那就用一个什么？这个是最可怕的，在象牙塔里面出来的人，什么都不懂，来判一般社会人的生死。对这款人啊，就像什么？文人将军文人
将军带兵去打仗，就是这样被这种一样的态度哈。所以台湾走到这种程度没关系啦，你继续这样走下去嘛。像这种声音一出来，我跟你讲，民进党至少要扣你1%的分数了。你信不信我这个话？民进党你继续这样做啊，你按落去到尾哈，没有一个人会同情你啦。他们对继续做出离谱的判决，跟中共一样哈。中共他们在搞中共这一套哦。当时我讲过这个道理，你们知道吗？当时有一个老太婆，然后呢倒在路上，一个学生去扶她，然后这老太婆就讹诈这个学生，说这个学生是他撞我的，然后法官判这个学生赔6万，学生说不是我撞的，法官判决只有一个理由，不是你撞了，你干嘛扶他？不是你撞了，你为什么要扶他？不是你敢弄的，你干嘛去帮他？这个意思啦。你不是加害者，你干嘛要去帮这个受害人？不是被害人了，就这个老太婆。所以中国很多人就开始什么叫他捐款呢？不行哦，他们会以为说，他们说，比如说那个什么，水灾灾民，比如说其他地方已经犯水灾了，那叫中国人捐款，中国说，不行哦，我一捐款，他们会说那个水是我放的。啊，那个什么火灾的灾民，我不能捐款了，他们捐款，他们说那个火是我放的，中国人就开始这么调侃他们的政府，你知道？共产党在拿对中共这一套在对我们，所以我之前已经讲过，他是让你台湾人什么？第一，疲于奔命；第二，心灰意冷。啊，法官都安利啊，我们还有什么好那个的啊？这个国家烂掉了啦，这个国家乱起来了，我管他干什么？我越看越生气嘛。他呢用各种不同的不堪的这中的什么渗透手法已经到这个程度。我之前已经读过一篇文章给各位听过了嘛，只是让大部分的人民死心，不要再对这个国家有想法、有期待了，这个国家没救了，这个国家没救了。他在传播这样的讯息嘛，对不对？所以你看，谢龙介可以拿枪出来啊。这完大事，我跟你讲，这种事情，台湾人你再不愤怒了哈，台湾人你怎么可以不愤怒呢？台湾人你可以不愤怒吗？一群他妈49难民，一群他妈街溜子哈，一群流氓聚集在一起，拿着枪恐吓台湾人，用选举的什么披着选举的外衣去做恐吓你的事情。台湾你在今天再不愤怒，我叫你们这些不愤怒的台湾人，我告诉你，连做台湾人的资格都没有。你们的祖先已经被人家欺负到多少年了？今天我们台湾人已经站起来了，还要被这些什么支那难民了公然的威胁侮辱。可是我们的政府到今天完全没有动作。所以昨天我们的聚会啊，有几位是霸团好优秀的女生啊，我觉得霸团女生很优秀。出来了好几位在我们团队里嘛，就是说霸团成员受了这么大的什么身心灵的创伤，很多人到今天还走不出来。我们这男生啊，我们这男人啊，哭2天就够了。男人遇到什么挫折，顶多妈自己躲起来啊，疗伤2天我们就痊愈就出来了。可是女生还走不出来。你赖清德有没有给这些霸团人一点口头的安慰，一点慰藉？没有。所以很多事情他会什么路的路给他路越走越那个越偏哈。是啊，如果到今天我们今天还站不出来了哈，所以说我跟各位讲，我们希望各位拿出你台湾人最后的热血，我们出来，我们把什么台美党做起来。我确定叫台美党了哈，确定叫台美党。这个党真的是台湾目前唯一的右派政党。我们要连结的是美国共和党，美国川普，让川普知道我们台湾人有很多人在期待回到美国的怀抱。这个事情不用讲，美国好几次说想要把台湾收回他们的国，是因为当时的一些
一些环境了哈。当年杜鲁门为什么没有把台湾收为美国的一州？他是非常爱台湾，非常需要台湾。美国是非常需要台湾，在早期他就需要那个时候台湾还没有台积电的时候，台湾的地理位置就是美国最需要的。可是因为那个时候杜鲁门太讨厌蒋家了，杜鲁门这辈子最恨的人就是蒋家，最看不起就是蒋家。他说：“你们一家都是贼嘛。”美国那个时候援助中国大概总共有8亿美金。拜托，我告诉你，那个时候8亿美金是什么概念的？是8亿盎司的黄金。那个时候1美元等于1盎司的黄金，所以那个数字，所以说它可以那个驼峰航线可以从什么？从印度飞过喜马拉雅山，然后把补给品送到中国。它光驼峰航线可以飞几年了？你就光那个死了多少人，花了多少钱？所以美国对中国的，如果没有美国对中国的这些援助，然后蒋介石跟日本根本不堪一击了。可是这些钱被什么？被四大家族贪了一半。他们连透过四大家族去买了武器，他们都要先抽 10% 嘛。所以说他们说你们一家都是贼，杜鲁门，而且蒋介石竞选的时候去支持杜威嘛，杜威是杜鲁门的死敌嘛，结果你是支持人家的敌人，结果杜鲁门选上了，你送死，你找死，好，就这个就是这样哈。所以呢，台湾到今天还不能去避讳这些事情，这些政治1、2、3 ABC 最简单的东西，我们台湾这些人都没有搞懂，所以不是我们看不起这些人，就是因为我们觉得说政治 ABC， 连我们这个政治外行人我们都看得懂的东西，你居然做不到，看不懂。有些东西我们就必须得自己跳进来啊，自己跳进来。资政75块，懂，谢谢。要懂精准踩中要害。现在统派已经有新的约定，新的定调，台独没关系，不要当美国51州进入中共，真的，现在对啦，我们很快，我们昨天才第一次政党筹备大会，第一次政党筹备大会成功的通过了哈，成功的完成了一些过程了，然后他们已经开始了嘛，我知道啊，大军快要压境了，他们快吓死了，已经说啊不好了，不你台独就好了，你们干脆台独好了，不要加入美国51州了。中国人想说不要紧啊，我台独，反正我中国现在弱嘛，我中国这边就弱了嘛，你说台独没关系啦，等老子这边又抢回来再给你打嘛，就像乌克兰一样嘛，让你现在外面逍遥几年，等我强大，我再打你回来嘛。不好意思，你这一招被我们识破了，我们不跟你玩这一些东西了哈，我们要直接加入美国51州，我看你敢不敢打美国，哎，我就最喜欢这样看，哪怕我成为美国51州，我看你敢不敢打台湾，敢不敢美国在等你打了，美国在期待一个世纪战争，不把你中国从地球上灭掉，我觉得他知道是中国死灰复燃的机会很大。而且各位，中美之间的美中的贸易的大战，它是誓死方休的。我讲很多次，不会有善终的一天嘛，不会有善终的一天嘛，所以只能让它彻底的失去低岛链的对吧？它突破低岛链的可能嘛？台湾只要成为美国1州，它就完全失去突破低岛链的可能嘛，对吧？然后呢，日本现在强大到不得了，这两天不是说日本那种什么电磁炮研发成功了吗？日本这个只是其中之一哦，我可以跟各位讲，日本这30年不是失落，这30年研发了很多黑科技，尤其在太空卫星上，他们强人想象不到。所以来啊，高市长讲说，对啊，我们昨天就讨论了很多这个事情了。高市长早就准备好了啦，因为像杨宪荣他们这个国际关系比我们懂的人他们说高市长早就准备好了。日本早就已经从日本的股票开始涨上来的时候，从负利率到什么？它现在是 0.75% 的利息，基本利率是 0.75%。你说 0.75% 很少啊？不好意思这是从负利率转回来的，所以这对日本是一个完完全全不同的生态，整个生态不同了，好不好？很多人说，哎呀，日本的 GDP 才多少？日本 GDP 大概5兆美元，
各位你不要小看这5兆美元，它海外还有10兆美元。他说：“哎，海外是海外，日本是日本。不好意思，你如果说海外是海外，日本本土是日本本土，这个话只能对其他国家讲，对日本人不通。日本人在海外所另外建立的一个另外一个日本，他其实所有的精神都是为日本本土服务。你要知道，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还在，怎么可能会不在呢？哦。”几代人的传承怎么会突然不见了呢？所以说，我们赶快去靠着日本，靠着美国，整个事情就安全了。否则，我讲你，如果以这种情况之下哈，你真的跟中国这样干下去，真的无解啦，真的无解。中共他也无解啦，他也不知道怎么办啦。所以，除了走到美国的怀抱，台湾其实真的没有其他的路了。所以，台独的朋友。你们真的好好想一想，我不是在你先给刁一条，不是在刁你们，你们好好想一想，我们走这条路才是最正确的路，一劳永逸，为我们子子孙孙一劳永逸，开创一个什么和平的乐土。否则，就像现在台独，你们现在台独是对自己子孙的不负责任，对不对？现在台独，你现在让中国现在中国很弱啊，没有事啊，你现在可以台独啊。那过中国这样的洗脑教育，他们的人民根本就不可能放掉台湾，你知道吗？所以只要什么，只要时间他们的国力又恢复了，他一定又来找你麻烦嘛，就这么简单哈。所以不要把麻烦留给后世，有问题我们这一代来解决，好不好？资政51块短信，谢谢，捐一个吉祥数字51，谢谢，吃掉龙成功。为什么我们政党没有51这个字，你知道吗？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有可能格陵兰可能会先拿到51州嘛。我的党名是什么？是台美51州啊。结果格陵兰先拿到，那我怎么办？我再去改党名嘛，改52哦。不然你加拿大比我们先早，那我再改53哦。我们刚才改党名，那不干脆就不要。51州我们最后是什么？会明示在我们的加入美国是我们的什么党纲里面有这一条，但是我们不在党名上做这个文章，因为你不确定，你知道吗？你不确定你是第几名啊，是吧？日本53的，对，就这样。阿伦、阿燕哈，170块短，谢谢廖董安，帮其他想入党的问，后面讲加入台美党的该如何做，各位。现在很简单，现在我们现在还是筹备会，对不对？如果筹备会政党成立了，你们就加入政党就随时可以加嘛。那现在因为还在筹备期间，你如果现在要加入，你可以先什么？我说过，先加我的 LINE， 我拉你到我们的51的群，我们政党筹备群里面，然后呢，你就随时可以知道资讯了嘛。你在我们群里面，我到时候只要时间一到，说，来，我们政党成立了。加入人全部来加入，那就很简单哈，所以还是一样，我的 LINE 是什么？小 A， 不是小老鼠哦，是 ABC 的 A 啊，小写的 A， 0932508994，小 A 0932508994，小 A 0932508994。好，你有这种想法，你就先加我 LINE， 我拉你进群，那你等到我们。应该没那么快嘛，至少1个月吧。我跟你一般来讲，像我们那个社团申请的时候，跟内政部哦，文件往往来往返了半年才申请成功了。那这一次因为我们有经验了，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一次就把那什么，就把身份证给准备齐了嘛。而且我身上还有10几份呢，还有10几份没有用。因为有人写信给我放在我这里，我想说，我昨天太忙了，忘了拿出来。我想说没关系，如果不够我再拿出来。想不到超过了，昨天就超过了嘛。也就是说我们确实在一次的活动之间，现在给人家身份证影本是一个很大的信任的，各位。一般人哦，很怕身份证影本被人拿走，可是你看，居然有这么多人相信我们，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但是各位你也必须要相信我了，因为这个国家走到今天了哈，
不这样走，你也没有路了，你也没有路可走，好不好？所以就这样哈。现在入党的人可以先加我的 LINE， 我今天把你拉入群里，然后呢，我们在群里随时公布消息资料，你就知道政党成立之后，你才能正式加入了。现在加入没有意义了，现在就还没有成立啊，你们怎么加入呢？本来要成立这个党业都要一个时间的那个操作嘛，还好，我说上天赐给我们这些优秀的朋友了哈。秘书长真的很辛苦，他一个人这样把整个场地的的活动的流程，他一个人弄好嘛，然后整个什么政党啊，之前的社团跟后面的政党都是他一个人处理的嘛。我跟各位讲了，如果能够把这些东西处理的完美，不容易的，不容易哈。所以说也就是这样了。谢谢，希望是安利了哈，希望是安利。所以说，目前为止主党正常了哈。然后昨天跟杨宪勇讲了哈，杨宪勇是非常支持，因为杨宪勇是台派啊，独派的、啊，杨宪勇是彻底的独派，他跟李远哲关系好的不得了，他也说他要带我去见谁，见阿扁嘛。对，虽然说阿扁最近有点糟心了哈，但是我觉得阿扁在台湾的政治史上还是做了很多的改革，就是我们公务人员的那个服务态度是阿扁一个人改下，这不容易，所以阿扁只要写的英雄了，他真的是个英雄了。如果我们能够跟阿扁有所交往，我们会劝他啦，不要为了你儿子的事情再怎么伤害所有的台派啦。以你的总统高度，你阿扁你当时的扁民啊，简直遍布台湾的所有的阶层啊，台湾所有阶层都是这是扁民，你知道那时候多少扁民啊？所以我真的希望，如果杨宪勇先生带我们去跟他见面的话，我有机会能够跟阿扁成为朋友的话，我真的会很想好好的规劝他，你要把台湾，你这个台湾的精神领袖，你要把握住啊，各位啊，人一世人有这个名声哦，你辈子这个名声，我是可不可以请你用生命来保护这个名声？不要再做一点点伤害台湾的事情，是吧？如果是这样了哈，如果是真的，大家能够这样了，我跟你讲，以前你讲去挺柯文哲那些狗屁东西哦，你就真的要完全不要再碰了。你的余生，阿扁你比我还嘴回呢，你比我还老了，你知道吗？你的余生比我还短了，好不好？我都在谈余生了，你不要谈余生吗？你要开始谈余生了哈。余生做一个好好做一个台湾人，做一个对抗共产党、对抗国民党、对抗这些49难民的台湾人，你是我们的领袖啊，你是很多人的精神心目中的英雄。为什么你好不容易抢到这个位置，你这么轻易的把它放弃呢？不要这样哈，这样太悲哀，太悲哀，好不好？这个怎么念？这德瑞克啊，德瑞330颗短信，廖董大智慧，台美加油党，谢谢。对啊，你不能阿扁真的有贡献啊，阿扁是个厉害，扁民还在吗？我不知道还在啦。如果阿扁重新再回到我们的队伍，你们不要吗？啊？如果呢？如果有机会呢？我跟你讲哦，如果有机会就像那个谁啊，像那个谢宏兄讲的啦，阿扁来支持你哦，你想要给10%啦，安尼嘛是咩啦，哈。阿扁来支持咱哦，咱支持10%啦。啊，我们如果这样的话，可能跟阿扁做一个朋友嘛，大家互相规劝嘛。就像有时候有人要旁边也有人给你规劝啊。因为着因囝，他为了他儿子没有办法参选这件事情耿耿于怀嘛，这也是一个做父亲的哈。这个父亲的一个爱子的心，但是我们如果有人在旁边讲说啊，不要紧了，少年啊，年轻有年轻人的路嘛，不走政治，他有他自己的方向，自己的路，人生的孩子一次平安就好嘛，其实上对吧？和有人规劝他，可能反而可以放下来，所以这个事情是我们未来希望能够达到的了哈。我没有说阿扁要参选了啊，这就是他儿子哦。对了。
对嘛？是安尼，你不要阿扁了，阿扁再回来了，阿扁再正常的回来，回到我们阵营，你不要，不要紧啦，你不要也没关系啦，应该很多人要了，我相信我们兄弟里面很多人要了，因为真的当年谁不是扁迷，笑死人，我们这一代人哪一个不是扁迷？我们这一代台派人，我跟你讲，真的找不到一个不是扁迷的。你不知道我们当年的那个疯狂啊！哦，阿扁车的游行，我那时候在做生意的哈，我那生意不做，我就开着车跟着什么，跟着他的队友在后面一路在跟随啊，而且其实阿扁那个时候如果没有选上，多少人会哭死，你知道吗？所以我是觉得啦，这样的人，哎，以后时代，我还是很怀念那个时代了哈。台湾有真的有这样一个什么英雄级的人物啦。台湾真的需要英雄，台湾这个社会需要英雄，台湾不需要那种什么，那种斯文的人啦，那种斯文的领袖是做不了事情的啊。台湾需要一个英雄，再来一个阿扁时代没有关系啊。对啦，阿扁能力很强啊，我跟你讲，我那真的哪天我去见阿扁，我跟他讲说，阿不安尼啦，对，安尼啦。我若要选总统吼，推你出来，啊，不要让你再战江湖，再战江湖。我跟各位讲，这个时代跟阿扁那个时代不一样。阿扁那个时代，小布希把台湾打压成怎么样，把阿扁骂成怎么样，什么 trouble maker。现在如果啦，你不要觉得我是欧北行为哈，各位，我就问你了，以川普的态度，如果台湾有一个什么？台湾有一个人像阿扁这样可以呼应美国的，可以大刀阔斧的，什么都不怕的，你要不要？我要。当然这是突发奇想了，世间有梦最美啊，希望相随啊，对不对？我是跟你讲真心话，我不是在跟你开玩笑的哈。我这个代志哈，有一些事情它不是不可能，我跟你讲，对不对？我们要做，我说我要做台美党未来的什么？幕后的推手，你们以后可以叫我什么？台美党创办人，我是创办人，但是我不是主席，我也不是什么，我就是一个创办人。我要用这个创办人的高度，我也要监督这个党，我们要希望能带领这个党的方向，提供这方面的论述，做这个党后面的什么拥护推动。这是我真正想要的，我不是个爱出风头的人哈，因为我觉得在台面上那个位置责任太重，我在一个幕后做我想做的事情，我觉得这样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好，所以讲啊，你不要以为有突发奇想啊，我足多代志足歹讲的哦，刚刚有一度破了1000了，现在又破1000了，1013了哈，慢慢的台派慢慢要回来了，我跟你讲。台派你们不要再颓废了，你们真的没有资格颓废了。你看我们大罢免失败之后，我大罢免的时候，我在线最多大概快3000、2500、2700哦，那个时候最多到快3000哦。现在要冲破1000都很困难，因为台派很多人都不看了，很多人很失望。所以我跟各位讲啊，我们台派人真的最没有资格失望就是我们这些人，共回虎视眈眈的。你看我们怎么霸权稍微有一点什么颓废之后，你看人家拿枪出来了，这个动作我跟你讲，你一定要谨记这句话，永远要记得，因为我们台湾人的什么，台湾的姑息养奸，让这些人居然公然拿枪恐吓你，要不然他拿枪什么意思？我就问各位，拿枪是什么意思 ？ISS 才会拿枪出来恐吓啦，对不对？我来讲有合理不？台湾人，你听我这一句话，你再不站出来哦，人家什么就不是拿枪出来恐吓啦，是不是？人家引进解放军来了，我讲这样有没有一点点不对劲？有没有一点不对？不是我讲对不对嘛？是人家在这样做了嘛？所以这个事情哦，台派人一定要特别哦，这点敢糟蹋这点嘛，这一点被人家人格被我们被人家糟蹋成这样，这一点你一定要谨记的。这不是台湾人的，这不是台湾人的风骨。台湾人不可能被人家欺负到家门口来。我先跟你讲，以台湾人的个性哦，以前我年轻的时候，我小时候看那什么
台湾的欧小辉跟那个中国跟那个眷村的黑社会在火拼的时候，我为什么会知道这些事？你知道我老家在哪里吗？你知道？你那个米粉寮啊，你知道清水米粉寮还有我亲戚啊，米粉寮那几个都是清水的黑社会头子，台派的黑社会头子啊。我以前知道他们在跟那个什么跟外省人对干的时候啊，台湾人是很狠的，我跟你讲。所以我行啊，我一定敢惹我们本土派，你知道吗？你知道吗？我们这样的风，我们怎么可能今天轮到被共产党被这些49难民欺负到这个程度呢？对吧？我没有让你去抛头颅去洒热血啊，各位，我只希望你再站出来，重新找回台湾人的什么？台湾人这个氛围，台湾人被做主当家做主这个氛围，有机会我都不惜把阿扁再拉出来，你知道吗？我是不惜把阿扁再拉出来。虽然我们对他有一些意见，但是我觉得他本质是好的。一直觉得做老爸、做父亲的做老爸那种心情，有点当时是有点什么？有点气不过啊，这不要紧啊，这不要紧。人有时候偶尔一点私心哦，我都觉得是可以找回来。如果有机会了，当然有机会了，因为阿扁是极其聪明的人了。我跟你讲，跟极其聪明的人就不要跟他讲那些什么，你就不要跟他讲道理了，讲大道理，我们就直接把利益讲给他听了。聪明人跟聪明人对话是很简单的哦。我昨天你知道我昨天跟那个我昨天。大会之前，我跟郭大文主席，我跟他说什么？很多人讲说，啊，你哪来敢讲，对吧？我昨天遇到郭大文的时候，我们在会场聊天的时候，我只问他一句话，我说：“大使先生是这样，我一路上跟秘书长一辆同车，我们一直在讨论一件事。”未来我们这个政党可能最大的什么变数是什么？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你这个人好不好相处，我不知道我们把你推为大这什么推为主席，到底你这个人好不好相处？我公杯啊，我这个人做事情就这样，所以也就是说，只要你当了我们主席之后，能够全心的为我们这个党派合作的话，我们是永远支持你的。因为我们两个，我跟秘书长都没有，我们都没有要什么，要窜到台面的意思。哎，讲啊，人讲啊，旁边人讲啊，你怎么这样直接讲？我跟聪明人沟通都是这么直接啊，跟你讲。你如果这样，我这种沟通方式你不习惯了，你就没有资格跟我对话。我跟你讲，真正聪明人是。最直接的沟通我没有时间再跟你在那什么那起承转合哦，那欧良谁都讲啊，老弟讲了半天才把最后才把他的目的讲出来。我不用，我一开始就跟你讲，我的想法是这样，我心中的忌讳就是这样。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我们的合作会相安无事，而且可以什么，可以继续往前走。他说：“你放心好了，我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我相信哈，因为一起记得这样。他是个事务官最高职等嘛，一辈子在公务体系嘛，他们是奉公守法的一群人，这个我是绝对相信的，他们是奉公守法的一群人。他昨天也带了好几个教授、好几个博士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嘛，至少我看到4个还是5个嘛，都是他带来的朋友，然后都非常非常客气，非常非常的客气，一直跟我讲说啊，看我们成立大会在，我说他都问成立大会可能在哪里办啦。我说成立大会应该是在台中办，昨天这个活动如果在台中办，至少300人，我不骗你，台北才100多人哈、哦。但是我可以跟你讲，我们彰化的话，让你台中办上就300人，因为我3年前第一次办线下见面会、粉丝见面会，就超过200万了，就超过200个了，是吧？现在去台北办，都3年后4年了，在台北才100多人，退步了，对不对？不是，因为台北本来就是这样，我们的粉丝在台北本来就比较少，但是我们的人集中在台中，所以成立大会会在台中办，所以他们那几个博士教授都说，哎呀，我们期待到时候在台中去跟你再见一次面啊，哇，我嘛感觉就温馨啊，很好很好，知识分子啊，我们多吸引这样知识分子是非常非常让人兴奋的事情，好不好？陈建宇30块，懂了，谢谢。
波兰斯坦有去美国接防，台湾加入美国，大部分美国人是赞成的，有些美国人认为认不得国旗，中共长期打压台湾国旗就。各位，美国是个是吧？他们只扶强的，他们是去弱扶强，他们至少知道台湾的晶片领先全世界，他们只要是读过3天书，人都知道台湾现在成为世界最大的晶片供应链，而且是独一无二。这个美国人虽然说对世界的对世界的事情他不是那么关心啊，可是对他们切身的他们国家的利益他们还是懂的。他们知道台湾加入美国对他们讲哦，这个大美女啊，谁不想要？这个大美女背后还有一大个嫁妆哎，是点嫁妆加西洋的，这个影响世界。这个台湾如果跟美国嫁给美国之后，我们带来的嫁妆是可以让美国让美国继续它的美元霸权。这句话哈，所以我们讲过，什么时候有人在问啦？美国现在好像有38兆美元的国债啊。他问我说，如果我们加入美国的话，这个东西跟我们台湾是要承担这些国债，这跟我们没关系。这些州政府的债哈，不是联邦政府的债，跟我们州政府有州政府的宪法，我们有我们的我们可能就是缴一些税，联邦税给中央而已。缴联邦税就等于我们在买国防安全，有什么不好啊？至于台湾如果加入美国之后，美国100%掌握了晶片之后，美国又大概也可以掌握到石油，所以那个时候呢，叫石油美元加晶片美元，可以更加巩固美元的国际的霸权。如果美元霸权继续由美国掌握，我跟你讲，全世界拿它没有办法。那个时候我跟你讲了，美国的国债38万亿啊，38兆还是48兆，没有什么影响，这个是没有影响，因为全世界还认同你的你的国际信用，是不是？美联储很厉害的啊，全世界通膨通缩，美联储在控制的啊。美联储3天2天就缩表，就可以收一些美金回来啊，怎么样看时机嘛？美金要放出去还是要收回来？他自己我问你啊，38兆欠谁的？欠什么人啊？谁有这个38兆来让你喜欢买嘛？完你就想一想啊，有些债务关系是可以一笔勾销的，你们知道吗？真的，无38条美金是看不像，欠谁？其实谁有38兆美金欠有38兆美金借你，所以那个只是一种会计，我认为是一种会计手法而已啦。你讲代志嘛，在画虎虎的顶来的，虎虎的顶来了，那个不是太重要，好吧？对啊，你说916要文件，你说什么？让我去劝阿扁？当然，这个我如果那个谁啊，杨宪宏要其实我们郭大文跟阿扁的关系非常好，你们知道吗？这事你们可能不知道哈。当时阿扁当总统的时候，就要让郭大文去当美国大使，所以郭兄啊，他说我是民进党提拔起来的，我是阿扁提拔起来的，所以这个事情为什么我会提到这个事情？为什么会提到这个事情？我是跟你讲真的，我是跟你讲假哦，是不是？我们郭兄啊，跟阿扁关系是很好的，所以把这条线拉起来哈，哪怕说有一天我们政党真的要怎么政党票什么的，阿扁的加持至少可以让你增加3到5%啦，有阿扁的加持。那你进动应该给3%、5%是不对。我们现在是政党，我跟你讲，我们现在不是个人，我没有个人恩怨，好不好？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没有个人恩怨了啊。所以我不是讲说，早一开始的时候，在清德刚选上的时候，是应该是私下不管是你威胁还是利诱柯文哲嘛，你威胁、恐吓、利诱我都不管，让柯文哲是8席靠过来。那个时候如果做台湾，现在都没有任何困境。你们说不甘愿，我跟你讲没有什么不甘愿的啦。而且柯文哲屁股这么不干净，黄国昌屁股那么不干净，满身的官司，绝对可以让你服服帖帖嘛。各位，这个就是这样。你要为政者，你要有这种胸襟啊，因为为了整个台湾安全嘛。如果
如果呢，我暂时哈，不是说暂时怎么样，我让我一开始就做这个事情，今天就会很顺利了，根本就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蓝白什么联合什么，没有联合瘫痪国家的这个问题存在了，是不是？啊不，要不你不要做政治家嘛，你天天都计较那些小节，你就不要当政治家嘛。政治家本来就这样，所有的为国家的事，你要任何为国家的事你都要去做，更何况我们跟阿扁，如果真的去什么，去结合阿扁有什么不好？各位有什么不好？我不觉得有什么任何不好哈，但是我可以跟你讲，我这个创党人在这里，台美党创党的这个方向，我会把握的尺度，我会把握的很好。你相信我啦，我这个事情我会做的，我应该做的还蛮漂亮的。有机会做的话，哈，别讲王世坚了，那个没用的家伙。王世坚本身没有能量了，王世坚是因为他的家族引导起来太厉害，所以出这里要为他讲。我就问你啊，王世坚自从他在政坛到今天到底做了什么事？各位你听啊，你们自己想，他对台派对这个国家。他到底做什么事？你刚龙啊，他的新闻永远都负面的哈，就不要再讲这个人了哈。这个人我是不会支持他了，我看不上他，看不起他，长那个样子还不他妈的不都收敛一点？我讲世界上那些查甫人啊，像遐歹还真的很少，我真跟你讲。你不要再去管人家说什么台湾独不独裁，这个东西就是人家要打烟幕弹的是吧？哎呀，赖清德都窝囊成这个样子，他有什么独裁的本事？你们太高估高估赖清德了吧？赖清德有哪一点有独裁的样子？我真希望他独裁，我跟你讲，我真希望他独裁。就他那个样子，还有独裁的机会，独裁可能吗？冷咻咻，你有看过那么软绵绵的独裁者吗？一些公家笑而已啊。当然啦，昨天杨宪宏跟我讲一些话啦，我不知道该不该说。讲嘛，好吧，节目讲出来。我昨天已经在会场把这事情跟所有的朋友讲过了哈。杨宪宏他们是什么？因是独派，他们是绝对台独这一群人。独派哦，你记得李远哲出来大骂过谁？你们知道吗？李远哲出来大骂过谁？蔡英文，所以他们的看法，我跟你讲，政治有时候我们这种把它讲出来政治就很多东西的，很多东西讲出来就没事了。我跟你讲，什么阴谋，我要全部揭开来啊！他们的看法，独派的看法是，赖清德今天之所以这么软弱，是因为他是个半个总统。他后面还有一个背后灵，他是没有办法出手的，因为他身边的人都是蔡英文的人。这我就觉得很奇怪，你做总统为什么不能换掉？我这个我就不懂，我昨天没有问到那么细。他们意思说，现在周围人都是蔡英文的人，蔡英文很可能2028年会回过头来再选总统。蔡英文现在在搞这一套，他们说。现在赖清德所有的什么丢三落四的东西，都是刻意被人家制造出来的。看你哪来讲啊，是够恐怖的，政治的恐怖这种挺多。我不知道，我只是转述给各位另外一个想法。他们认为这个事情是被刻意制造出来的。你说赖清德的软弱是被什么？是因为他无权了。你说。他只做半个总统，还有一半是蔡英文在做，真的假的？我就是问这一句，真的假的？我不知道。但是这句话，我天地良心，出自他们的口中，出自独派的口中，的话，而且这些人，我对杨宪宏是很尊重的，我对独派是很尊重的。这一群人不是乱七八糟的人独派不是乱七八糟的人，独派是真正最爱台湾的这一群人我昨天节目就讲到，其实以我对杨宪宏的认识啦，他来当台湾的行政院长，我都觉得绰绰有余。我没有看过一个人
他有这么大能量的。他昨天主要是讲说，他跟美国杨宪宏因为依靠台湾关系法，帮李明哲去是吧？去美国，那得到美国参众院的支持，包括了佩洛西他们这些人哦。他佩洛西跟杨宪宏关系很好啊，佩洛西之前来台湾第一个指明要见的人就是杨宪宏哦，他们有他们见面的照片哦。也就是说，杨宪宏在美国整个参议院的这个是什么议员，他是非常熟的，所以他可以用这个关系去帮李明哲他老婆去美国打这个官司嘛。美国受了这个官司之后，杨宪宏从此其实在里面轻轻松松就这样过来了，所以他一出狱马上就回台湾了，北胖胖回来嘛。不像李梦基判2年出狱了，还要在中国再什么？在限定居处2年，然后最后才让他回台湾嘛。所以他这个说法是对的，而且这个内幕我一直都知道嘛。因为当年我们在台湾在中国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我们那时候就想说李明哲关了回去，绝对我们都知道不可能再出来了。结果他真的，所以说从几个事情的印证啊，我认为杨宪宏他讲话没有吹牛，所以他在美国的关系是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人的能力，因为他是什么世界人权协会台湾的分会的人嘛，的主持人嘛，所以这些事情，各位，我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夸张啊？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应该由我们来破解这件事情？不然呢，台派这样内乱成这样子怎么办呢？台派如果这样继续内乱下去怎么办？各位。不要以为是你自己内乱，你2028年你说你什么是什么？因为是吧？因为赖清德当时抢过那个什么蔡英文第2任的时候的那个什么党内初选嘛，所以蔡英文可能回过头也要来搞你一下嘛，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共产党已经虎视眈眈，已经什么？共产党摩拳擦掌要过来，你这个时候台湾在搞这个内乱，是不是很恐怖的事情？所以台湾的政治真的一直都在什么？一直都在走那个什么不知道该怎么办哈。我没有要叫他入党啦，我什么时候叫阿扁入？我没有什么，那是在开玩笑的呀，真的叫他入党哦。这个想一个讲，哎呦，你无以后，咱台北岛的总统推你出来选了。可能性不大啦，这是我们讲话就希望得到他的支持，可以啦那如果有这样的一个，他当我们军事也很好啊，他是个脑筋极其灵活的人，好不好？阿扁是你们不用再伤脑筋啦，我们只是说一个象征性的东西嘛。你既然主党，你就是你讲的东西都是正式的东西了啊。基本上讲话就硬，不要有太多私人情绪了哈。如果你搞政治有太多私人情绪，那你就是个失败者，你决定是个失败者的。做政治就是政治就是政治，政治的眼界，政治的角度跟做人的角度是不一样的，好吗？执政30块短线也非常有可能，萧美琴就来盯着他吧，就是来盯着他了。萧美琴也没有不好啦。只是他，好，我就觉得很奇怪啊。我之前提过这个事嘛，赖清德，你上来，你应该把所有的所有人都换成你的人嘛。你还在用着前朝的遗老，我就问你，你怎么带动这个团队？阿扁上去的时候换了多少官员啊？所以他那时候还能掌握一些东西啊。人很简单啊，你提拔我的，我就忠于你啊。比如说我是事务官啦，我是政务官啦，我是事务官啦，那你提拔我的，我就一辈子忠于你啊。你不去提拔一些人，那你怎么会有自己的班底啦？你如果到现在还在用在蔡英文的人，那你难怪处处被人家撤走嘛。这有什么奇怪的吗？如果连这一点都不会，那你跟着做什么总统？
我讲啦，人有时候就是这样了哈，我不惜跟你撕破脸啦。阿扁也是安尼哦，阿扁就是有点其实我带龙马型啊，我才不管你怎么样，我就是跟你冲撞啊，就冲撞出来的什么？冲撞出来一个台湾本土派的政党第一次执政，够意啊！你如果不是阿扁这样冲撞了，你让赖清德在那个时代啦，他屁也不是的，我跟你讲。哦，江美琴绝对比赖清德更左，这个不用讲，他更左，他左的一塌糊涂，我跟你讲。有点惊讶，如果真的，我昨天，很多人都看到我的表情哦，听到这个说哈，阿雷啊，那你叫我们人民怎么办？我这点公平啊。不过我跟你讲啊，最后还是那句话啦，真正为台湾的我们才支持的。哎，我们要支持真正有能力的人啊！啊，你清定啊！你当时讲第二任蔡英文第二任讲，你敢挑战人家，人家挑战你是应该的，不应该吗？啊，你若无那个本事哦，你要蔡英文扛住了啊！蔡英文扛住了啊！你要扛住啊！你执政优势呢，你还扛不住，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东西有时候我们立马就排讲了啦。有时候我们也很难讲哈。你堂弟说廖董还没有比我那些红统进击流氓我本来就不是流氓啊，怎么他当然我在毛读一寡册，你来讲我流氓？我是个性比较什么，比较豪迈啊。流氓那是我自什么？我自己这样谦虚讲的，你们真的当我流氓？我这辈子真的没有干过流氓，你放心好了。流氓没有像我这样一辈子没有任何案底啊！不要说没有案底，连跟人家有任何什么有任何利益等对都没有嘛。所以我说我敢站出来敢站出来成为公众人物，就是因为我跟所有人都我刚好温暖了，我没有江湖恩怨了，所以我本来就不流氓哈。但是我是一个。我可能做事情比流氓还冲动的人，就是这样我只说我只承认我自己是个很豪迈的人，你不要你说我是流氓，当然你要觉得我是流氓，我也无所谓了，我也不管你怎么看了，我不是流氓啊，我是不是流氓我自己很清楚。对啊，你说威廉有一种被绑住的感觉啊。陈其迈本来就是蔡的班底啊，当然所以说你看到今天。你如果真的你如果一个当了总统的人没有办法安排这个班底，你这总统白当的嘛，因为你不敢冲撞嘛，你就不敢冲撞，要是我就该换就换了嘛，没有用我的人，那谁会听我？那大家都不听我的政令怎么宣传？我的理想怎么去实现？对不对？阿扁更难阿扁那个时候全部他的整个政务官啊，整个官僚体系全部都是蓝的呢，是不是？可是阿扁都能够闯出一番名堂来，你赖清德不行，你赖清德是个继任者，你就已经是什么绿营的什么第8年后承接的人，那应该更好做才是哦。我这个代志我讲，有一些东西是没有办法讲的，我就该说，你听到不？人跟人之间那个强弱指标，人跟人那个强弱指标是我就该说的。有些人站在那边，他就是怕你；有些人，哎呦，我看见我就是惊啊！我看到他，我就是无话可说。你一定要把自己展现出这个能量出来，否则你带不动人啊！你带不动，因为政治比江湖更野蛮，你们不知道吗？政治更需要这种直接干掉啊！昨天我们的会场有一个人也不算来乱了。他就拿一个名片给我看啊，全世界台商总会会长，我看着有没有惊死？结果是个神经病，你知道吗？就这样一直问我，然后讲了半天，他跟我问我说：“你贵姓？”一个问我贵姓啦，来到我们的场合说问我贵姓啦，我来跟他讲，你什么？你什么？你不知道我姓什么？我就羞夸安尼，我羞我，然后他就大声起来就这样啊。我闭嘴，操你妈！我说你在我这边闹，我一巴掌可以扒了去。我说你再动，我他妈直接扒你下去啊！最后他赶快跑来跟我道歉了，我啦，人讲迄是笑的呀。
他在整个那种会场哦，到处每一个会议厅哦，他就跟他发名片啊，干他妈插几包，他穿的还人模人样的哈、哦，名片一看，世界台商总会的会长，我很尬，这是有够大，这个打到我说，你这么大的人怎么出门没有保镖？世界台商哎，世界台商总会的会长出门没有一个人自己在那边发名片。就笑，所以我跟你讲，这种笑，你要比他笑啊，你比他笑，他就乖了，他当场就吓到了呢，我开始惊到，来给你回去的，拍起来。哦，我救你啊，你如果没有办法当下镇住他，后黑准备给你乱刮，我不知道。真的，我跟你讲，如果你没有办法当下镇住他，你真的不知道被他乱多久。就是人就是这样子的，人跟人就是只有一种强弱指标的，你要做到人家什么？天然那个威严，你有天然那个威严，就是这样，我直接跟你讲啊，对不对？我直接跟你讲，我从来不拐弯抹角的啊，我告诉你我要什么，你能不能做到？能做到大家合作，不能做到大概砍开来，绝对不没有任何什么，没有任何拖泥带水的人了。组织政党，你就是政治人，你得尽力量，你就是要政治的什么角度看事情。不要再用那么人情啊，人情世故啦，迄款代志对我遮不好哈。对啊，顾立雄赖都不可能换掉。霸团，你认为是不是失去中间选民跟潜力哦？是因为他们没有动员。张马习的昨天也是那个谁。也是杨宪荣讲的啦，他说民进党跟他们讲说，我怎么可能让你霸团成功？你们霸团成功，然后我们这些专业人吃什么？这句话所有人都听到，会场人都听到。你们霸团是民间团体啊，你们是民团啊，连你们民团都把这么动荡的事办好了，那我们这些体制内专业人要吃什么？这句话你听了会怎么样啊？你听了会怎么样？我跟你讲，有些时候这个就是事实。我们既然走入政治的，就不要这么天真，好吗？不要再天真了。很多人就问那些很天真的话，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再回答那些很天真的话。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这世界本来就复杂了。你再用那个很蠢的话、很天真的话去面对这个世界，你最后你一无所有也是应该的，好不好？所以既然走到这里了哈，大家希望大家了哈，能够更多的去看懂这个世界，看懂世界，你看不懂你怎么出招啊？你如果到今天都没有看懂这个世界，看懂政治，看懂台湾，你走入政治你怎么出招？好吧？小英团队本来就该全部打包了，本来就该这样，这个就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对不对？一朝天子一朝臣，这个是全世界，它本来就是这是常事，可是表示什么？赖清德没有能力换掉这些，好不好？台独一有一小红，台独本来就一有一小红，这很奇怪。我早就讲过了。我回来做政论第一天我就讲过了，台独被中华民国台湾给吃光了嘛。小英用个中华民国台湾把台独都吃光光了嘛，是不是？对啊，台独就我骗的啊！人共名的国民党就有我们台湾啦，就这样过了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我讲这句话是不是对不对？中华民国台湾把台独吃光了，你们台独就这样没有啦？没有关系，台独重新集结。我今天做这个事情就是要集结所有的台独，我们重新集结，我们来做什么？美国51州，所有的论述都是非常合适的哈，因为这是美国在等你的，美国在等你来啦啊！我在美国等你很久，你怎么还不来？然后川普讲，大讲你在台湾在讲低哦。
台湾这些傻逼他妈的，到今天都不知道我已经他妈的表白再表白了，底牌都先给你看，你们还不赶快组织一个政党，还不赶快什么全力的什么推动加入美国？所以我来做啊，这件事我来做啊。所以我就说，我们团队昨天美国回来了，昨天美国回来几个人参加我们的活动，都是非常高阶的人，哈，那种明明拍出来，大家都迫死，我早上来收几啊张迫死的博士的那个名片，你知道，美国回来的参加我们的典礼，当然那个是郭大文先生的关系，跟我没有关系。我老大，我老大郭大文先生，他还是有很大人脉的。我们来讲，我们政党成立，美国方面真的要委托给郭大文先生去处理，这方面一专门的嘛。日本方面我希望可以有一些我希望那些什么以前一直在推动日属的这些朋友，你们也可以加入嘛，加入我们这里吧。以后由你们全权负责对日本的推动，我们有个正式的政党。那个时候我讲啦，我跟你讲，你说好，今天我们这个政党，我们有10个不分区立委，我们有1个县市首长，我们有几个议员，然后你是代表我们这个台美党出去跟日本谈判哦，绝对比你们那个什么台湾民政府一个民间团体去日本，没有人理你们好多啦。我跟你讲，你们民政府去日本去，每年都去朝拜什么？去拜那个靖国神社，我问你，谁理过你呢？为什么？你民间团体嘛，谁理你啊？这就是我们格局的差异啊！我这个是很诚恳的呼吁各位哈，要做代志哦，要做事业，要做真的有意义的事情，不要老是做那些什么虚无缥缈的事情。那种虚无缥缈的事情，不是我们这个年纪该做的。啊！你若今日就60岁、70岁啊，跟我骗那讲死哦，我嘛感觉就悲哀啦。我觉得你很悲哀，好不好？相信我啦，来到我们这个团队了哈，来到我们这个团队，每个人都有他的角色，每一个人也角色，我们会把每个人因材施用，好不好？好不好？感谢各位，佩特邱先生，澳币2块钱，谢谢廖总。昨天我堂弟去参加昨天创党大会，真的是受益良多。望台美党以后会更好。你堂弟是不是昨天晚上跟我们吃饭那一位啊？那个胖胖的那个？对啊，我知道他有讲了，我应该是没错了。好啊，很感谢，很感谢。义工，你们是住在那个啥？你是住在那个天能遐的人哦。那如果是这样，真没错，就是他。好，对 ，OK。感谢了，所以我说啊，为什么民进党一直没有要消灭国民党的意思？如果恁兜住天能啦，你唔知天能伫倒？安尼什么咁奇怪？天能就是那个那个什么新峡那边遐无？是，安尼无唔对哈。天能是个地名啦，天能是什么？反对推动台美党，你有什么资格反对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可以不加入啊，我没有要加入。民进党为什么？所以我不是讲吗？国民党有那么多烂事啊！国民党那么多烂事，我都知道，你民进党不知道啊？中华民族，你们如果要谈中华民族近代最大的恶魔是孙中山呢。如果不是他引进苏联的力量，如果不是蒋介石去舔那个谁啊，舔斯大林还是什么，还是去拜蒋经国是什么认了那个谁的什么？那个列宁的姐姐当妈妈的，当干妈的。他们孙中山派蒋介石去舔苏联，舔到这个程度，苏联才把什么要在台湾什么创立黄埔军校的所有经费、人事、武器全部送给你嘛。所以你什么？你那个时候孙中山引进了苏联的力量，
你才从一个什么一个15流的什么军阀变成一个前几名的军阀嘛？这个我们不是讲过了吗？才会有引来后面的什么毛泽东嘛。所以这3个人是中国近代史最大的恶魔。这种东西我跟你讲啦，而且11次革命、推翻满清革命那个全部都是骗人的，没有一样是真的。这个东西只要去宣传，国民党还有空间吗？到今天没有人在宣传。我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是这样吗？对啊，我就这样啊。这么简单的东西，你民进党都不宣传，你跟我讲你什么？你反对国民党？因为我跟你讲啦，其实民进党眼里是觉得国民党太弱了。但是这个叫养寇自重，你知道吗？其实他就，哎呀，要消灭国民党不是简单的养，分分钟把它消灭的是吧？所以呢，我不想把它消灭，是养寇自重。没想到这个寇呢，哈，这个什么狗急跳墙，这个寇去勾结共产党嘛。国民党这个流寇了哈，这个难民党流寇确实是弱到已经完全没有战斗力了。这个团队呢，对共匪没有战斗力，对民进党他也没有战斗力，所以已经一路被打趴了呢。所以民进党养寇自重情况下没有把你灭了。可是这个二寇，这个流寇，最后为了活命就是什么逼狗跳墙嘛，他去跟中共联合在一起，反而变成你更大的灾难。如果国民党一下把它消灭掉哈，不要让他有机会再去联共的话，我真跟各位讲，台湾根本没有那么大的危机了。今天就是你们留了一手，没有把它灭掉，所以让他什么重新再什么借着共产党的力量，他今天把台湾乱成这个样子，台湾就是安呢被你们害死了。所以民进党你没有责任吗？你民进党，所以我讲民进党你们这些人越来越不像样了。说真心话，骗了这么多台湾人，为你台湾人挂嘴，为你他妈的，为了你民进党啊，我阻挡多少人离开我，把我骂的要死，是因为怕你们民进党变成。但是你们实质上你们愧对这个台湾了，你们愧对台湾了，我跟你讲，哎。邱信章，你在支持阿扁加入啊？这个只是一个什么？一个幻想，一个想法而已啦。当然能有机会去什么，往这方面去努力吧哈。只要反共的人，我们都可以接受了。蓝营的反共蓝，我都接受，为什么不能接受阿扁？对不对？为什么不能接受阿扁？当然，如果要接受阿扁的话，我们也是坚定的什么？我们也是要考核他啦，他现在是不是真的像以前这样乱搞？他只要不再乱搞，借重他的能量有什么不好？是不是很简单啊？你不能再给我搞那个什么背刺的事情啊？是不是？还有啦，对了，昨天Tina有来嘛，就是我们我们的后置嘛哈，他跟我反映一件事啊，他希望在什么？希望在有人希望再招义工进来帮忙做后置啊，因为他说他自己也忙，他一天只做一集，一个1分多钟的那个嘛，这个可能他时间的极限了。但他跟我讲说，其实我一集节目中可以做的短影片不止那一小段了。但他实在没有时间做了，所以他希望我在节目呼吁一下，如果有人你有这个你如果有这个热情就行了。不懂的话，我觉得应该有人可以教你嘛只要你愿意啦，只要愿意你可以加我们的 LINE 然后看就可以说，你每天看到哎呦，来这一段可以剪成短影片，很好，你就可以随时可以做嘛，就可以所以剪了，让短影片更多去流传的话，效果会更好。我听说现在只有我一个人了。刚刚我一个人把这些东西发到几个平台而已，现在在台湾已经产生一定的影响力了。我不是跟你讲吗？现在路上遇到人看到人就说，
哎，你这个人，你这个我认识，我看过，那我想不起来。我说啊，没有什么想不起来，就在那个什么，在 YT 上看过啦。我说我要不然就在那什么，就在 Facebook 啦，啊，我的是 TikTok 啦，我这个上面我都有播，我有发嘛。他想想说，哎，好像是，我一个人就已经造成这么大的影响力了。我跟你讲，我那个光那个 IG 啊，总点阅数几乎超过2000万了。YT、Facebook 大概Facebook 大概超过2000万 ，YT 也超过1000万了。还有什么其他的？所以加一加，它的总点阅数是很吓人的。我一个人就可以干到这个程度。如果我们所有人都来帮忙，不要说所有人了，愿意人都来帮忙，我就问你了，那个效果有多大？我们这种没有钱的政党，哎，那没钱的进动，我们只能我们也没有钱去请那个战国策啊，请那个什么水军来啊，我们自己把它做大嘛。但是对啊，我有水军啊，怎么样？我的水军就是我的党员啊，不行啊，你们谁都不敢讲话。我当完的是我的水军啊，你们怎么说，你们都不敢，你们都输啊啦，对吧？如果能大家愿意帮忙，一天在1分钟，一天3分钟内就完成的事嘛。还是那句话，你不懂没有关系，让小孩教你，让人家小孩教你，然后你到时候只要咚点几个，就我也是这样啊。我操作熟之后，我就把咚就点着就上去了嘛，是吧？啊，你真的小孩也不懂没有关系，花钱花几百块去什么苹果修理店，你叫他们帮你下载，帮你怎么弄。如果每个人都愿意这样做了，我跟你讲，我们这个政党就必然起来了。要爱国，要救国，不要嘴巴讲。各位，我真的在跟各位讲，如果你们只是比刚刚呢，整天都说你要爱国，要什么，但是其实只要付出一点点都不愿意付出的话，啊，你打个龙宫，那神都是玩假的，好不好？对吧？啊，你要玩假的，我们一起来玩假的，是吧？没有意义哦，我跟你讲，我这么老了，我都可以每天做节目了，你为什么不能帮忙转发一下？我昨天在那个会场上我有说嘛，我希望硬性规定啦，你加入我们的政党，你就负有转发这些短影片的责任了。我希望因为但是我政党还没有成立嘛，如果我们政党成立之后，你加入我们政党没有转发，你就对不起我。如果你不愿意转发，你不要进来，这样可不可以？我认定只要你转发了，你就是愿意加入跟我们一起奋斗的人。你要加入我们政党，那不转发，我不喜欢，我甚至会把你踢出去。我跟你讲，这是我唯一的要求。加入我政党，我只有这个要求，每天用3分到5分钟帮我们把这个东西转发。我要产生最强大的什么类似水军的力量。水军怎么了不起？我的水军是党员，这个我是我瞎掰你听不？我说的党员都是水军啊，怎么样？看柯文哲看了人目屎老了，说我的水军还要花钱，你们的水军都是你们的党员，我就赢你赢贵了，我就赢你了，好不好？Day win 88,170块短，谢谢廖董和团队辛劳了，恭喜台美党顺利，要呼吁赖行使总统特权，赖陈说支持特殊阿扁，一起看那个特殊阿扁不带什么事就你就基本代志我搞哈，解开阿扁的捆龙锁，老小烟过去是阿扁提拔出来的，让阿扁出来可以当阻挡小烟郑义文作乱的镇妖塔。这股案你讲案就有点就政治味道很重，这就是我们要找的朋友。我的朋友就是要有政治是吧？我们用政治的逻辑在看事情，对吧？因为我真的跟你讲啊，阿扁真的那个脑袋转的是快的他脑袋转的是快了。其实如果不是当年美国打压他，他真的能做出一些事情来。现在美国不但不打压你了，现在美国还鼓励你。可是我们美国鼓励的时候，我们不居然换了一个赖清德这种畏畏缩缩的人嘛？所以我不要紧啊！我这2天我昨天组党筹备会成功，结果我的那个新订阅数第一次出现负数。什么叫负数？比如说一天可能增加10个订阅数，但是减少了20个，所以我昨天的什么订阅者的那个统计啊，昨天是负数了，从来没有负数过啊！我零到零边缘零，我已经觉得很难受了。我昨天第一次负数了，也就是说退订的人呢，比加入的人还多啊！我当然我有没有难过？我有点难过，我很在意这个，你知道吗？我就希望赶快
10万到100万嘛。但是这样但是我跟你讲，我这种个性就是这么奇怪的。妈，你们越打压我，我越要干。我跟你讲，越打压我越要干。你们继续再退，你们再退几个，他妈我干得更凶。我跟你讲，不要想，永远不要用这个打压我，好不好？好，对啊，转传而已，有什么困难？我就觉得很奇怪呢。真的，我这真的一句话，你如果不愿意做这个转传的动作，你不要加入我的政党。我不要一些僵尸政党员啊！我们要的人都是要最有活力、愿意干事情的人。干什么僵尸党员有什么路用？我僵尸党干什么？我又不是要把数字弄得很漂亮的人，那数字对我什么用？没有用哦。对啊，对啊，你平时就转传啊，这就是说他有心，有人是这样，有人是什么有责任感的人，他觉得这个国家有责任感，他就自己去做。有些人就是嘛，嘴夸坏了，话送了你啊，绝大部分是话是很爽而已啦。台湾人大波绝大部分都是很爽的，所以你说他很爱国，他台派，我跟你讲，他看他愿不愿意做事的。刚5分钟都不爱做的人，你甲讲你什么？你什么我爱国，我哪要信？哈，是啊，甚至有人传到什么？传到川普的那个出搜秀啊，川普不是有一个平台啊，出搜秀啊，传给川普嘛，要不要传到那个什么 X 里面给川普的那个账号里面嘛，多去传啦。这东西有些英文的好一点，我英文不够好，所以我没有去没有传到出搜秀嘛。其实这个东西多传一定有效，你传多他总会看到啦。他有没有看到他就会说，哎呦，来国务院你看啊，那么你的国务卿，你看嘛呀，台湾有一个政党哦，就要成立啊，现在要加入我们51州，你去了解一下，有没有可能？当然有可能啊，我们在帮啥？帮川普做他心里想做又不敢说的事情哎，好，所以呢，各位，这一点是我唯一的要求，好不好？今天先到这里为止了，我们未来目前为止一切顺利，so far so good 哈，到目前为止都一切顺利。希望各位用更积极的态度面对你往后余生，这坚定的嘛，积极的面对这个世界的生活，绝对比你现在生活更有趣，我不骗你。你若规工安尼啊，这一位人唔知要创啥，好无助的哦。来讲，昨天也不能对啊，无以前我就是每天是打球啦、喝茶啦，干嘛的？找朋友聊天啦，其实一点意义都没有了哈。不是一点没有，时间久了他也觉得没乐趣了。他现在慢慢的看到我们的节目，他给你分配工作，如果更愿意付出的话，来帮我们做后制，好不好？你每天都看，哎呀，这个节目这段很好，你就把它我们教你怎么把它剪下来做后制嘛。我们空政就这样而已啊，各位不要小看我们，其他政党没有我们这样的媒体做后面推送啊，差多少你知道吗？我们的政党未来能够做起来，关键真的在我这个节目哦，稍微给他听笑一下，疼惜一下好不好？这个老人家做这个事情啊，未来可能成为未来台湾前途的关键所在。我真跟你讲，我昨天就讲，我们昨天那个聚会有可能成为什么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有没有可能成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你们相信我这句话好不好？谢谢各位，超过半个小时了，今天个讲太久啊，谢谢各位，明天再来啊。